今天的视频聊起世界上最大的并列双缸量产摩托，来自英式巡航凯旋雷鸟，分别为凯旋雷鸟风暴、雷鸟 LT 经典版、雷鸟公路指挥官、雷鸟暗夜风暴。说到凯旋雷鸟，估计90%的摩友没听说过，因为它没有在国内正规引进。 之前只有一部分小轿车在上海销售过，但是数量非常少，水车更是少之又少。但是少不代表凯旋雷鸟不好，而是很多摩友压根不知道它的存在。首先，凯旋雷鸟最早发布于1948年，当时是并列双缸500发动机。1950年开始升级到了 650cc。1953年，马龙白兰度卓越的飞车党，里面他骑的就是凯旋雷鸟 6T， 也就是这部电影让凯旋品牌以及雷鸟车型名声大噪。后期1994年，凯旋雷鸟变成直列三缸，叫雷鸟900，直到2008年才算真正的复活雷鸟，变成了1597cc 并列双缸发动机。2011年开始，雷鸟发动机升级到了1699cc， 一直生产到2018年停产。 可以说，雷鸟这个车型也是风风雨雨70年，很有历史渊源。而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最后一代雷鸟。首先从发动机开始，它搭载的是一台水冷1699cc， 也叫103立方4冲程双顶置凸轮轴并列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5200转，爆发98匹，峰值扭矩2950转，156牛米，用的6速变速箱，皮带传动。大家可能感觉这么大排量才98匹，是不是动力有点小？ 但其实不到3000转，爆发156牛米的扭矩，加上270度曲轴的加持，真的可以弥补一切。同时有双平衡轴和 SAI 序列式电棚，以及渐进式联动节气门，也让这台巨大的并列双缸发动机运行会特别平顺。这是原装排气。 其实改了排气，声音也不炸。看过这一段，大家应该能体会到雷鸟的卖点在哪里。 就是你如果喜欢大型太子巡航摩托和微缸的强劲扭矩爆发，但是又不喜欢像哈雷微缸那么震动，也不喜欢日式微缸那么千篇一律，那么凯旋的雷鸟并列双缸就是一个中和，因为它有美式微缸强大的低扭和巨大的车身，也有英式巡航的精致和日式巡航的操控和低震动。但是在这个领域，就是谁也代替不了哈雷，尤其在欧美地区。另外，视频里这台是凯旋雷鸟 LT 经典版，经典版的动力调教和外观不一样。 变成了5400转92匹，3550转151牛米，使用了昭和镀铬前减震，这个类似于哈雷肥仔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哈雷在欧美厉害，因为任何品牌的巡航都摆脱不了哈雷的影子，比如胜利刺客、印第安酋长、本田的 VTX 1300、VTX 1800、传祺火神1700、火神2000、铃木 C90、雅马哈午夜之星1300等等。在不认识的兄弟看起来，只要是微缸巡航，都可以统称哈雷，你细品。另外也配备了前日擎4活塞卡钳，后暴雨双活塞卡钳都带有 ABS。 经典版用的是辐条轮毂，前16寸150，后16寸180，原厂就是全车镀铬白边轮胎，带有乘客靠背和皮革马鞍包，以及原厂的3灯和挡风玻璃，座椅高度700，净重349公斤。经典版的宗旨是什么？就是经典的造型、优雅的骑行，伴你横贯欧洲大陆。另外一个型号就是视频里这台叫雷鸟指挥官，指挥官的动力调教和外观也不一样，指挥官是5400转94匹，2750转147牛米，使用了和经典版一样的全车镀铬。 包括发动机和前昭和减震。另外，指挥官不是白边轮胎，但是轮胎轮毂更大，前轮胎17寸140，后17寸200，前后都是5幅铸铝轮毂。座椅高度702，整备重量339公斤。前大灯是凯旋标志的双青蛙大灯。我个人认为指挥官最帅。 这个黑色的型号就是普版雷鸟风暴，也是马力和扭矩最大的型号，分别是98匹、156牛米，也是用了昭和减震，但它是黑色下管。全车除了排气之外，也没有其他镀铬。轮毂同样是5幅铸铝轮毂，但是前轮胎变成了19寸120，后轮胎17寸200，同样是双大灯设计，但是普版更彰显力量和运动感。 另外，在普版基础之上，还有凯旋雷鸟暗夜风暴，它所有的配置都和普版是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是所有的配件都改成了黑色，比如排气、车把、后视镜、减震器等等。这个前挡风是改装的，原厂没有。视频最后，凯旋雷鸟系列没有什么电控系统，其实这个类型的摩托几乎都没有电控。说的好听点是简单粗暴，说的不好听点就是球也没有。另外，雷鸟的油箱容量22升，100公里综合油耗6.2升左右，0-100加速4.9秒，最高时速195左右。这个导航屏幕是改装的，原厂没有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